这是克鲁被困在西伯利亚森林的第48个小时，周围的树木全都长得一模一样。克鲁迷路了，他完全走不出去。昨天夜里的一场巨大的风暴，差点让克鲁命丧于此。当过侦察兵的克鲁，他不能继续向前走了。想要在这次风暴当中活下来，一定要先建造一个庇护所。这一场风暴给他最好的礼物，就是沉默的这一刻。克鲁要利用自己所学到的技能，建造一个空中庇护所。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，他首先就要离开地面，因为在这样的野外森林当中，野生动物非常的多，而野生动物最大的弹跳距离是1米左右。现在目前这个天然断裂形成的树的造型，刚好可以作为横梁的支架。这个庇护所高于地面2米左右。克鲁认为，如果高于地面2米的庇护所，一定是非常安全的。你觉得呢？不知道是克鲁太累了，还是他太恐惧了。他总能听到一些稀碎的脚步声音，在周围风暴过后的森林非常的安静，安静到连个动物的叫声都听不到，安静到可怕。克鲁觉得自己需要加快建造速度了，因为他知道一般随之而来的大雨就会到来。接下来呢，克鲁准备了很多的树皮。正常人在极度恐惧的时候，或者迷失方向、恐惧的时候，会忘记很多事情。虽然克鲁当过侦察兵，但是他的心理素质并没有那么强。被困在了这片森林，周围一点声音也没有。克鲁也非常的害怕，导致他忘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。其实，在出门之前，他买了一卷5块钱的塑料薄膜放进了背包。这种塑料薄膜有非常大的危险。克鲁脑子清醒之后，他决定利用塑料薄膜把自己的庇护所全部缠绕一圈，然后再利用塑料薄膜做一个塑料薄膜的门。这样在野外当中，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，克鲁觉得他这个庇护所是安全的。就算再有大风来袭，你有没有发现克鲁这个庇护所是防风的？因为它可以随风摆动，只要克鲁自己不在树上掉下来，一切都不是问题。当一切准备全都完毕之后，克鲁找来了一些木材，他点燃了篝火，他要准备今天晚上的晚餐了。他看了看天气，又开始刮风了，克鲁需要尽快的把晚餐做好，然后他要钻进他密不透风的安全屋。首先，他煎制了一些香肠，香肠和一些白蘑菇混合在了一起，这个香味飘满了整个森林。克鲁这一次出行，其实是为了寻找一种很像黑色大蘑菇的营养品。据说这种营养品对男人身体特别的好，但是他没有想到，他迷路了。更不幸的是，他遇到了风暴。而幸运的是，当过侦察兵的克鲁利用这一次风暴给他带来所有的资源，他建造了一个庇护所。接下来，克鲁找来了很多木材，把木材放到庇护所周围，因为他不知道一些稀碎的脚步声到底是动物还是什么可怕的东西。如果夜里有状况，他一定会点燃篝火。